蒙特比奥皇家法院，今天这里可热闹了，到处都是等着看笑话的人。这些贵族私下议论纷纷，都觉得阿妮达这种出身的人只会给家族抹黑。公爵这次真是看走眼了。随着法锤落下，这场审判正式开始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，接下来的每句话都可能让他万劫不复。审判正式开始，阿妮达站在被告席上，曾经的公爵夫人，如今却背负着弑君的重罪。法官在大厅里厉声质问，问他到底认不认罪？这可是要掉脑袋的指控。可就在这生死关头，他脑子里想的却是兰斯洛特。他很想亲口问他，当初自己留下离婚协议消失时，他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？法官显然等得不耐烦了，大声呵斥让他赶紧回答。这一关他到底打算怎么过？他还在心里反复纠结，兰斯洛特到底有没有难过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还是说，结束这段没有感情的契约婚姻，对他来说反而是种解脱？记忆突然回到了很多年前，那时候的他还很小，第一次见到那座宏伟的建筑。他兴奋地拉着文森特问：“爸爸，这里是皇宫吗？是不是住着公主和王子？”在他眼里，这里和童话书里描写的一模一样，到处都是鲜花和阳光。可父亲却告诉他，这里不是皇宫，而是伊登巴希尔公爵府。谁能想到，这个他曾经以为是天堂的地方，最后却成了他的牢笼。小阿妮达第一次见这种大场面，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公爵府，她兴奋得不得了，觉得这里比自己家漂亮太多了。可文森特却一脸严肃地提醒她，在这里说话必须加倍小心，一定要表现得足够谦卑。阿妮达很不理解，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？文森特无奈地告诉她，因为在那些贵族眼里，像他们这样没有爵位的平民根本就不受欢迎。年幼的他只觉得这种想法太愚蠢，可现实很快就让他碰了一鼻子灰。几个穿着华丽的小贵族走过来，指着他的鼻子大喊：“走开！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能玩的地方！”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傲慢，成了他童年里最刺眼的阴影。这群孩子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带头的男孩直接下逐客令，说他妈妈不准他跟这种人玩。阿妮达整个人都懵了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？如果是的话，他愿意道歉。”可这话一出，反而引来了一阵刺耳的嘲笑。在这些自诩高贵的继承人眼里，他的道歉根本不值钱。那个穿红裙子的女孩满脸嫌弃，说他爸爸不过是个满身铜锈的商人，是靠着送礼才混进来的。甚至有人当众羞辱他，说他就是个钻进丝绸衣服里的臭老鼠。阿妮达怎么也没想到，父亲引以为傲的身份，在别人眼里竟然这么不堪。这一刻，他心里的童话彻底碎了。看着父亲被羞辱，阿妮达终于豁出去了。他大声反驳，说自己的父亲才不是那种人。可这种反抗，在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眼里，简直就像个笑话。带头的女孩不仅没收敛，反而开始恶意模仿他说话，学着他因为紧张而颤抖的语气。周围的孩子也跟着起哄，没完没了的嘲笑他，说他就是个钻进公爵府的老鼠。这一刻，他所有的自尊都被踩在脚下，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原本以为是梦想的起点，结果却成了他最想逃离的噩梦。阿妮达委屈的语无伦次，可他越是想解释，周围的嘲笑声就越大。这群孩子根本没打算放过他。带头的红裙女孩变本加厉，一边戳着他的脑门，一边教训他，说他这种身份的人根本听不懂人话。紧接着，对方狠狠推了他一把，让他滚远点，以后别再出现在这种场合。看着阿妮达狼狈的样子，那女孩冷笑着丢下最后一句话：“再见，下水道的小老鼠。”这一推彻底推开了阿妮达童年的噩梦。阿妮达觉得自己真是太没用了，明明那些人把父亲说的那么难听，他却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一句话都反驳不了。他拼命的往前跑，只想赶紧逃离那个地方。最后他躲进房间，靠在门后，再也撑不住了。这种深深的无力感，比那些嘲笑更让他难受。阿妮达本想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，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耳边就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。对方嫌他太吵了，阿妮达吓得定在原地，紧张的问是谁在那儿。结果一抬头，正好撞见了正在看书的兰斯洛特。这下尴尬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房间里竟然还有别人。兰斯洛特面无表情地合上手中的书，两人的第一次见面，气氛冷到了极点。兰斯洛特一脸不耐烦，直接冷冰冰地甩出一句：“别在我的书房里哭，听得我心烦。”阿妮达整个人都定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种最狼狈的时候，会撞上这么一个冷酷的家伙。这就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，没有半点浪漫，全是尴尬和冷漠。阿妮达整个人都看呆了，眼前这个金发少年长得确实有点过分漂亮，他甚至以为自己见到了公主。结果话刚出口，气氛瞬间就尴尬了。兰斯洛特一脸不耐烦，开口就是一句小屁孩，还嫌他挡路，让他赶紧走。这下好了，第一印象算是彻底搞砸了。阿妮达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居然闯进了一个图书馆，而且这里大的有点离谱，到处都是望不到头的书架，简直像个华丽的迷宫，让他一时间看花了眼。阿妮达试探着问，能不能也在这里看会儿书？兰斯洛特头都没抬，一脸无所谓的答应了。本以为能安安静静看会儿书，结果还没翻几页，他就彻底卡壳了。书上的内容一个比一个难，没办法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凑过去，想找这个毒舌少年帮个忙，就是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直接把他轰出去。阿妮达本来想找他请教，结果刚开口就碰了一鼻子灰，只能缩在旁边自己翻书。可这些书实在太难了，他看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，又凑过去问他是怎么看懂的。这下彻底把兰斯洛特惹毛了，他冷冰冰地丢下一句：“不是让你安静点吗？
说完，他直接起身走人，根本不想再理会这个一直吵个不停的小鬼。兰斯洛特实在是嫌他烦，直接扔过来一本书，让他拿着赶紧闭嘴。阿妮达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居然是一本幼儿版读物，看来在他眼里自己就是个文盲。虽然被鄙视了，但他还是厚着脸皮跟了上去，毕竟在这大房子里，他也只能赖着这位小少爷了。谁能想到，阿妮达看着看着，居然直接在椅子上睡熟了。等他再睁开眼，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，这下糟了，必须得赶紧回去。临走前，他看了一眼那本书，本以为只是本基础读物，没想到内容竟然这么好懂，简直是捡到宝了。虽然现在急着走，但这本宝贝书他是真的舍不得放下。阿妮达纠结了半天，还是硬着头皮开口了，他想把这本基础读物借走。兰斯洛特虽然没拒绝，但直接放了一句狠话：1个月内要是没还回来，他就直接报警抓人。这下把阿妮达吓得够呛，赶紧保证一定会按时归还。可看他那副不耐烦的样子，显然是想赶人了。阿妮达还想最后挣扎一下，提醒他还没问自己的名字，结果兰斯洛特头都不抬，根本没打算记住他是谁。他只能尴尬的自报家门：“我叫阿妮达。”可对方的反应让他觉得自己真是多此一举。兰斯洛特回应道：“兰斯洛特·伊登·巴希尔。”听到那个姓氏的一瞬间，阿妮达终于把身份对上号了。怪不得这小孩这么傲气，原来他就是这家的继承人。既然书已经借到了，他也不想在这儿多待，客客气气的打了个招呼，说等还书的时候再见。结果这位小少爷连头都不抬，完全把他当成了空气，这热脸贴冷屁股的滋味确实不太好受。阿妮达只能抱着书赶紧开溜，虽然顺利拿到了宝贝，但临走前的这一阵沉默，还是让他心里有点发毛。这地方他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。阿妮达总算离开了那个压抑的地方。马车里，文森特开口问：“跟那帮人相处的怎么样？”阿妮达敷衍地回答：“还行吧。”文森特听完挺满意，还叮嘱他以后要多走动，毕竟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的是。可他哪里知道，阿妮达心里1万个不愿意，那种被排挤的滋味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尝试了。就算他再怎么努力，那些人也根本不会接纳他。还有那个男孩子，要是他知道我根本不是贵族，肯定也会像其他人一样，打心底里瞧不起我吧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指望能融入他们，我有爸爸和保姆，还有玛丽和贝里就够了。今晚就跟这2只小家伙一起睡吧，只要有他们陪在身边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回要见的可是个硬茬子，身份背景大的吓人，不仅是前任国王的侄子，还是现任国王的堂兄。阿妮达，礼数上绝对不能出差错，放心吧，我都记住了。亲手烤的饼干带好了，要还的书也拿上了，万事俱备，能不能成就看这一趟了。保姆一直安慰说大家都会喜欢他，可阿妮达心里清楚，在那座大房子里，他根本就是个透明人。文森特一露面就开始催，看到他手里拿了本书，语气立马变得冷冰冰的，哪怕只是去还个书，也要被训斥不懂规矩。还没进家门，就已经碰了一鼻子灰，心里1万个不情愿，可该来的总会来。这位就是传闻中的伊登·巴希尔公爵。他只是冷淡的扫了一眼，阿妮达赶紧行礼，生怕哪句话说错了。可就在抬头的一瞬间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长相怎么跟记忆里的那个男孩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？这一开口真是要把人吓死。阿妮达居然对着公爵问：“您是不是兰斯洛特的父亲？”旁边的文森特魂都要吓飞了。公爵倒没生气，反而顺着话问：“你以前见过他？”阿妮达支支吾吾说借过书，结果反应过来才发现这下糗大了。没想到对方只是笑了笑，说没关系。公爵这番话简直是掏心窝子，说兰斯洛特从小身体就弱，身边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，拜托阿妮达能多陪陪他。阿妮达听得心里暖暖的，觉得这位公爵真是个大好人，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幻想了，觉得只要带上好吃的饼干，肯定能跟那位小少爷打成一片。可现实真的会这么顺利吗？管家刚把人领到门口，屋里就传来一阵掀翻屋顶的吵闹声。阿妮达还没进门，就被这阵仗给镇住了。屋里这2位正吵得不可开交，兰斯洛特嘴毒得很，一句话就把克劳尼亚气得当场炸毛。看着眼前这鸡飞狗跳的场面，阿妮达站在门口进退两难，这跟他预想的温馨陪伴完全是两码事。就在这时，克劳尼亚猛地转过头，盯着这个不速之客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，阿妮达一下子卡壳了，他正纠结该怎么介绍自己，生怕说错话会招来麻烦。结果下一秒，克劳尼亚直接冲上来抓住了他的手。这位小姐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兴奋的直夸她漂亮。阿妮达整个人都被带偏了，只能呆呆的报出名字。看来这府邸里的社交节奏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搞了半天，这位红裙少女叫克劳尼亚，她是兰斯洛特的堂妹。兰斯洛特这嘴是真的损，当面就吐槽克劳尼亚没脑子，还提醒阿妮达离他远点，省得被传染了傻气。这2位真是一对冤家。吵着吵着，克劳尼亚突然盯上了阿妮达手里的东西，这话题转得也太快了，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阿妮达特意带了饼干当谢礼，克劳尼亚一看到甜食，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，拉着阿妮达就要坐下开吃。可还没等他们坐稳，兰斯洛特就冷冰冰的发话了，他嫌这2个人太吵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克劳尼亚可不惯着他，当场就对了回去，说他身为家族成员，连最起码的待客之道都不懂。结果这2个女孩子干脆把兰斯洛特当成了空气，一边吃饼干一边聊得火热。听说这饼干是阿妮达奶妈做的，克劳尼亚羡慕得不行，这下兰斯洛特是彻底被晾在一边了。聊着聊着，克劳尼亚突然开启了查户口模式，打听起阿妮达的家世来，这下可把阿妮达给难住了。毕竟在这一屋子
贵族面前，平民出身的身份确实有点说不出口。他犹豫再三，说父亲是做房地产投资的，这个词对小姐来说太陌生了。克劳尼亚听得一头雾水，阿妮达只能解释说是买卖土地的。结果搞了半天，克劳尼亚把这理解成了管理领地，还觉得这工作跟领主差不多。看来这身份危机暂时是糊弄过去了。克劳尼亚这句发自内心的夸奖，竟然让阿妮达一下子没忍住。看到阿妮达掉眼泪，克劳尼亚整个人都慌了神，拼命道歉，以为自己说错了话。其实阿妮达是太感动了，这还是第一次有贵族家的孩子，觉得他那个商人父亲很了不起。这一天，房间里的气氛全变了，连平时最嫌吵的兰斯洛特竟然也破天荒的没再赶人。看来这冰冷的公爵府终于开始有了一丝温度。远远的就听到克劳尼亚在喊，这活力满满的样子，一看就是等不及要见面了。阿妮达一回头，正好撞进那个温暖的怀抱，两人这股亲热劲儿真是谁也分不开。虽然今年的雪下的特别大，但只要好朋友在身边，这心里别提多暖和了。不过这天儿实在是太冷，咱们还是赶紧进屋说吧。谁能想到这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竟然能好成这样，转眼间他们都14岁了，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形影不离。对阿妮达来说，从10岁那年开始，每个冬天都是在公爵府度过的，那是他生命里最灿烂最美好的时光。还有那个总是冷着脸的兰斯洛特，虽然他嘴上不说，看着还有点勉强，但他其实一直默许让阿妮达留在自己身边。坏了，兰斯洛特这次病得不轻，听这咳嗽声，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。阿妮达本来还带了礼物，想让他宽宽心，结果话还没说上2句，就直接吃了个闭门羹。兰斯洛特冷冰冰的感人，这下可把克劳尼亚气坏了，生病了还这么凶，真是白费了大家的一番好意。倒是阿妮达还是那么温柔，觉得他只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才发这么大的火，但这冰山一样的性格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化开呢？克劳尼亚还在吐槽兰斯洛特的脾气，觉得他那性格简直天天都在生病。他正兴冲冲地拉着阿妮达去喝热可可，可阿妮达的心思却完全不在这上面，他还在担心那个生病的人有没有吃饭。这话一出，克劳尼亚直接炸毛了，好不容易见一面，怎么3句不离那个冰山脸？看这架势，明显是吃醋了。阿妮达赶紧连哄带骗，说咱们先去问问情况，马上就回来，这才勉强让这位大小姐消了气。可此时的兰斯洛特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，听着这断断续续的咳嗽声，看来这次他是真的撑不住了。这种时候到底谁能来帮他呢？兰斯洛特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发现阿妮达竟然还没走，他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。阿妮达轻声说，这是小时候生病时父亲最常给他做的秘方。这种时候谁听了都会觉得暖心吧。可兰斯洛特倒好，他根本不领情，他直接翻过身去，冷冷地回了一句出去。这一盆冷水扣下来，换谁心里都不会好受。阿妮达却没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带上门离开了。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，到底还要持续多久？兰斯洛特不仅不领情，甚至还嫌弃那碗汤闻着恶心，让女仆赶紧拿走。阿妮达这下是真的尴尬了，她一刻也不敢多待，一路小跑着回到了休息室。克劳尼亚一眼就看出不对劲，问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，怎么跑得这么急？阿妮达只能支支吾吾的解释，说兰斯洛特现在没什么胃口。克劳尼亚听完直接翻了个白眼，不出所料，果然又是这样。他早就说过没必要去操这份心，毕竟热脸贴冷屁股的滋味可真是一点都不好受。这杯热可可甜的刚刚好，总算把刚才那股委屈给生生压下去了一点。还没等阿妮达缓过神来，房门就被推开了，公爵亲自过来传话，说家里的一位大人物到了。这位老夫人到底是谁，能让全家人都这么紧张？克劳尼亚一边拉着阿妮达往前走，一边小声解释，那是他父亲和叔叔的母亲，也就是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奶奶。阿妮达这下心里更没底了，这位从未谋面的老夫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看来真正的考验现在才要开始。克劳尼亚凑到耳边，神神秘秘地爆了一个大料，原来这里的公爵大人和他亲生母亲的关系差到了极点，平时见面连一声母亲都不叫，只用那个冰冷的正式头衔来称呼他。就在这时，房间里传来了咳嗽声，兰斯洛特还在病床上受罪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语气里听不出半点心疼。他冷冷地丢下一句，真是愚蠢。阿妮达听得心里发毛，这个还没露面的老夫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狠角色？大家都说克劳尼亚美的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贵女，但在这种顶级豪门里，光有美貌显然是不够的。面对那位老夫人的权威，哪怕是兰斯洛特也只能选择乖乖听话。用克劳尼亚的话来说，他奶奶就是这个家族的化身，在这个家里，老夫人就是绝对的规矩。这位老夫人一露面，整个屋子的气氛都不一样了。作为家族权力的中心，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，就让人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就在这时，公爵终于赶到。公爵低声开口，伟大的族长，让您久等了。老夫人见到克劳尼亚时，语气还算和蔼，直夸他越来越有大家闺秀的样子了。可当克劳尼亚介绍起阿妮达时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老夫人连正眼都没瞧一下，直接转身走开，只叫克劳尼亚过去陪他喝茶。这明摆着就是没把阿妮达放在眼里。克劳尼亚实在看不下去，忍不住大声质问，为什么要这样无视他的朋友？结果老夫人头都没回，冷冰冰地丢下一句，把声音放低，我们家族的淑女可不会这样大呼小叫。这一记下马威，让在场的人都下不来台了。老夫人说话越来越过分，竟然把阿妮达比作路边的野猫，还口口声声说着家族的荣耀。阿妮达低着头没说话，这种冷言冷语她听得太多了。可一旁的克劳尼亚
彻底听不下去了。管他什么淑女礼仪，管他什么家族规矩，克劳尼亚一把拽起阿妮达，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。临走前还不忘大喊一声：“奶奶最讨厌了！”留下老夫人在原地气得够呛。谁都能看出来，这个家里的天怕是要彻底变了。老夫人还在那不依不饶，觉得伊登巴希尔公爵自降身段，竟然跟那些所谓的下等人混在一起。公爵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直截了当地回了一句：“您的眼光实在是太短浅了。”这句话一出，老夫人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公爵接着说：“不管您愿不愿意承认，家族的未来早就离不开那些您看不起的人了。”另一边，克劳尼亚拉着阿妮达一路小跑，他兴奋的不行，毕竟能看到奶奶吃瘪的样子，这辈子可能也就这一次。阿妮达虽然觉得有点不合适，但心里也忍不住感叹，这场面实在是太解气了。克劳尼亚拉着阿妮达风风火火地闯进房间，还在为刚才的事兴奋大叫，结果把正在休息的兰斯洛特给吵醒了。他一脸无奈地提醒这两个姑奶奶：“小点声，这儿还有个病号呢。”兰斯洛特甚至还交代，要是奶奶问起来，就说他病得厉害，这1个月谁都不见。克劳尼亚趁机给阿妮达吃定心丸，你看，连兰斯洛特都吓成这样，所以刚才那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兰斯洛特忍不住吐槽，说这2件事根本不能一概而论，结果又跟克劳尼亚吵了起来。看着这2个人斗嘴的样子，阿妮达反而觉得很安心，她轻声对克劳尼亚说：“谢谢你，有你在身边真好。”看着阿妮达和克劳尼亚在那儿亲亲热热地抱在一起，旁边的兰斯洛特简直没眼看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自己到底在这儿干嘛呢？窗外寒风呼啸，这天儿是越来越冷了。好在屋里的壁炉烧得正旺，能挡住这刺骨的凉气。此时的厨房里，阿妮达正忙得不可开交，为了给克劳尼亚准备惊喜，她已经失败了好几次，一直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好在最后这一锅总算成功了，闻着这扑鼻的香味，连阿妮达自己都很有成就感。她满心期待地把饼干装好，希望克劳尼亚会喜欢。不过有个小细节，这饼干还没送出去呢，阿妮达自己就先吃掉了一大半，看来这味道确实是没得说。兰斯洛特这脾气真是没谁了。阿妮达好心送来亲手做的饼干，他倒好，直接嫌弃味道太冲，让赶紧拿走。阿妮达虽然有点小失落，但还是不停地安慰自己，既然是送礼物，就不该想着要什么回报。他正打算把饼干送给克劳尼亚，路过走廊时，却被一幅巨大的画给吸引住了。画上是一条威风凛凛的金龙，那是传说中的始祖努阿扎，也是这个帝国最古老的信仰。阿妮达记得在书里看过，这个家族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流淌着神龙的血脉。就在这时，老妇人突然出现在身后，语气里满是家族的自豪。她说，在这个家族里，有些人一出生就注定拥有超凡的力量，他们不仅是顶级贵族，更是这片土地的守护神，受万人敬仰。老妇人这番话让阿妮达意识到，这个看似平静的豪门背后，其实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秘密。说来也怪，兰斯洛特摸着脖子，发现刚才还烧得厉害，现在居然一下子全好了，嗓子不疼了，连力气都恢复了不少。难道这就是老夫人说的家族血脉里的超凡力量？阿妮达还在反复琢磨那个词，沙巴龙的守护神。这个古老的传说似乎正一点点变成现实。在老夫人眼里，兰斯洛特就是家族的唯一希望。阿妮达在一旁听着，还以为这只是长辈的偏爱。她本想顺着话茬夸几句，结果刚一开口，局面彻底失控了。就因为一个称呼，老夫人突然翻脸，指责阿妮达太没规矩，甚至开始羞辱她的出身和父亲。这番话越说越过分，觉得阿妮达接近兰斯洛特全是别有用心的算计。阿妮达站在原地，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身后转了过来。兰斯洛特这一露面，老夫人的火气瞬间全消了。刚才还凶神恶煞，现在满眼都是心疼。她一边数落儿子的无能，一边拉着孙子嘘寒问暖，完全没把旁边的阿妮达当回事。兰斯洛特没多说什么，只是转过头，低声对阿妮达说了一个字：走。阿妮达心领神会，趁着老夫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转身飞快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，终于从那个压抑的房间逃了出来。阿妮达站在门口，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。兰斯洛特刚才确实是在帮自己吧，虽然他平时看着冷冰冰的，甚至有点不近人情，但经历了刚才那场风波，阿妮达才突然发现，这个男人在冷酷的外表下，其实藏着一份少见的温柔。回到房间躺下，身上似乎还残留着他的气息，这种感觉让他心里乱糟糟的。原本以为只是家族的交易，可现在看来，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了。阿妮达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身上披着那件红色睡袍，原来兰斯洛特怕她受凉，一直默默守在旁边。可还没等他缓过神，床那边突然传来了动静。兰斯洛特的情况很不对劲，整个人看起来虚弱到了极点。阿妮达赶紧凑过去问兰斯洛特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兰斯洛特勉强睁开眼，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的。他说：“刚才那个梦实在是太可怕了。”谁能想到兰斯洛特竟然提到了那碗姜汤？阿妮达整个人都懵了。他不是最讨厌刺激的味道吗？居然真的喝了。兰斯洛特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，他说自己不仅受不了气味，甚至连一点噪音都像是有钉子在往脑子里钻，这种痛苦根本不是常人能想象的。阿妮达站在一旁，心里全是不安。她以前总觉得这个男人只是性格挑剔，却从来没想过他竟然一直在忍受这种折磨。兰斯洛特最后叮嘱了一句，让他一定要记住刚才的话。阿妮达愣在原地，只能下意识地答应着，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，甚至有种想哭的冲动。看着眼前这个虚弱的男人，阿妮达终于瞒不住自己的心了。她是真的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兰斯洛特。
还没等他平复心情，外面就传来了大声的呼喊，有人在催阿妮达赶紧出门。看样子这难得的独处时光又要被打断了。克劳尼亚兴冲冲地跑过来，说城里刚来了一个马戏团，不仅有传说中的巨人，还有会喷火的奇人，非要拉着阿妮达去凑热闹。阿妮达却显得有些犹豫，外面天寒地冻的，更重要的是兰斯洛特现在还病得厉害，自己怎么能丢下他跑出去玩？克劳尼亚听完有点不乐意，小声嘟囔着说：“兰斯洛特反正总是在生病。”阿妮达只能耐心地哄着他，现在确实不是离开的时候。最后克劳尼亚只好妥协，但非要阿妮达拉钩保证，说明天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一定要陪他去玩个痛快。阿妮达笑着答应了，可看着窗外，心里还是放不下屋里的那个人。阿妮达还是放心不下，她轻手轻脚地来到房门口，心里全是兰斯洛特的影子。门突然开了，女仆压低声音告诉他，兰斯洛特虽然刚睡着，但高烧还是没退下去。现在的兰斯洛特对声音敏感到了极点，哪怕是一丁点动静都能让他从梦中惊醒。这种折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看着女仆憔悴的样子，阿妮达心里更难受了。为了照顾她，所有人都在咬牙硬撑。阿妮达看女仆实在太累了，主动提出要换班照顾兰斯洛特。她说自己以前照顾过父亲，很有经验，让女仆赶紧去休息一下。女仆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被他说动了，叮嘱阿妮达就守3个小时，等她睡醒了就来换班。女仆走后，走廊里只剩下阿妮达一个人。她来到兰斯洛特的房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回应。阿妮达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推开了房门。阿妮达刚走进房间，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。屋里竟然不只有兰斯洛特一个人，一个半透明的人影正静静地守在床边，全身散发着微弱的光芒，看起来既神圣又诡异。阿妮达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忍不住在心里发问：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东西吗？那个一直被他挂在嘴边的沙巴龙的守护神，竟然真的活生生的出现了。刚才明明还在这，怎么一眨眼人就彻底消失了？还没等阿妮达想明白，床上的人突然出事了。兰斯洛特痛苦地呻吟着，他说胸口像着了火一样。这下情况彻底失控了。阿妮达发现兰斯洛特的胸口布满了诡异的纹路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生病，这下麻烦了。他意识到自己搞不定，正打算转身去叫人，却被一把拽住了。兰斯洛特虚弱的开口，竟然是求他杀了他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眼神也彻底变了，他到底想让阿妮达做什么？兰斯洛特已经疼疯了，他一边失控的挣扎，一边竟然求阿妮达杀了他。这种话谁听了受得了？但阿妮达没有被吓跑，她死死抱住眼前的男人，哪怕被抓疼了也不撒手。她说没事的，再坚持一下就好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。这一抱能不能帮他撑过这一关？阿妮达真的守了一整夜，她就这样紧紧抱着兰斯洛特，一遍又一遍地安慰他，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可光靠安慰显然不够，医生被紧急请了过来，看着急匆匆进出的样子，情况恐怕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医生检查完一句话没说，提着药箱转身就走。阿妮达在后面心都悬起来了，这种沉默最可怕。兰斯洛特到底还能不能救回来？阿妮达总算松了口气，兰斯洛特的情况终于稳定了，看着他现在能安稳睡下，这一晚上的折腾总算没白费。直到这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臂上一阵生疼，原来是刚才兰斯洛特发疯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给抓伤了。没过多久，公爵亲自送走了医生，转过头来专门向阿妮达道谢。他说要不是有阿妮达在，兰斯洛特这次恐怕真的挺不过去。阿妮达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觉得只要他没事就好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公爵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他盯着阿妮达说，能不能把今晚发生的事当成秘密？这到底是在保护他，还是在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真相？公爵特意交代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他母亲知道。阿妮达听完直接脱口而出，反正他平时连话都不想跟我说，就算我想告状也没机会啊。话一出口，阿妮达就后悔了，当着人家的面说亲妈坏话，这下尴尬了。他赶紧捂住嘴，生怕公爵会不高兴。结果呢，公爵不但没生气，嘴角反而微微勾了一下。他看着一脸紧张的阿妮达，突然问他知不知道一件事。原来冬天马上就要到了，整个公爵府的佣人们都忙疯了，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要给阿妮达准备什么样的蛋糕，还有最暖和的被褥。阿妮达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蛋糕竟然是专门为她准备的。公爵随口提了一句，阿妮达每天吃的那些甜点，其实在当地根本没人碰，因为这里的人压根就不吃甜食。阿妮达这才猛地意识到，原来那些变着花样的小蛋糕全都是大家专门为她准备的。这份心意，她之前竟然完全没发现。公爵接着劝她，喜欢你的人其实有很多，没必要把善良和精力浪费在那些根本不在乎你的人身上。这句话简直说到了阿妮达心坎里，她一直因为别人的冷脸而自我怀疑，却忘了身边还有这么多温暖的善意。这一刻，她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。阿妮达彻底想通了，既然有这么多人都在偷偷爱护她，那她更要打起精神来，不能让那些讨厌的人看笑话。她决定不再小心翼翼，下次见到兰斯洛特，一定要给他一个最灿烂的笑容。阿妮达本以为经过那一晚的救命之恩，两人的关系能突飞猛进，结果她还是太天真了。她兴冲冲地拿着刚摘的野果，想跟兰斯洛特分享这份甜，谁知道这家伙根本不领情，反手就把书一摔，嫌他太吵，直接让他滚出去。这下阿妮达也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翻脸不认人，但他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心大，一次不行就2次。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这块冰给捂热了。转眼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，阿妮达
又凑到窗边跟他搭话。可兰斯洛特就像个没感情的木头人，盯着窗外一言不发。这热脸贴冷屁股的日子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外面冷，赶紧回屋里去吧。谁能想到这种关心人的话，竟然是从兰斯洛特嘴里说出来的？安妮达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种感觉就像路边那只最高冷的流浪猫，终于肯让他摸一下屁股了，简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他兴奋地跑去跟克劳尼亚分享，说这家伙终于有点人情味了，现在不仅会好好回话，甚至还会主动开玩笑了。昨天安妮达夸他长高了，结果兰斯洛特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：“是你缩水了吧？”就这么一句冷笑话，居然让安妮达开心了好半天，连克劳尼亚都听不下去了。你对他的要求未免也太低了吧？克劳尼亚一针见血说，兰斯洛特之所以变了，全是因为阿妮达人太好，连那种性格古怪的家伙都没法再对他冷脸了。他还顺便表了个白，说只要跟安妮达待在一起，感觉自己都变得温柔了。这评价可真是高到了天上。这话把安妮达感动坏了，她也一脸认真的回应：“你才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人，简直就是人间天使。”两个好闺蜜就这样开启了互夸模式，谁也不肯让着谁，气氛简直甜得掉牙。安妮达觉得来到这里是她最正确的决定。一晃眼，4年过去了，又是好几年过去了，她的整个青春全都是和这群伙伴一起度过的。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克劳尼亚要走了。虽然这姑娘哭得稀里哗啦，嚷嚷着最讨厌什么学院了，但谁让她是个天才呢？竟然拿到了奖学金去深造。她一边抹眼泪一边放狠话，让那些教授自己去算数学难题吧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平时看起来没心没肺的女孩，竟然是家族里百年一遇的数学天才。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，看着克劳尼亚远去的背影，安妮达会着手告别。原本以为能笑着送走闺蜜，可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克劳尼亚这一走，安妮达的眼泪彻底决堤了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总觉得没法习惯没有闺蜜的日子。就在这时，一块手帕递到了面前，兰斯洛特不仅没像往常那样毒舌，反而伸手摸了摸她的头。他轻声说了句明年见，随后便转身离开，留下安妮达一个人在原地。这突如其来的温柔让他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看着手里的手帕，安妮达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曾经以为这种平静又体面的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，可谁能想到，随着父亲的意外失踪，家里的天瞬间就塌了，所有的荣华富贵全都没了。这种从云端跌落的滋味，让他不得不去面对那个最残酷的现实。看着家里乱成一团，安妮达还没回过神，就看到了弗拉德。他赶紧跑下楼问：“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是不是有我父亲的消息了？”弗拉德叹了口气说：“很遗憾，自从你父亲上了那列火车，就再也没人见过他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竟然在继承过程中涉嫌巨额偷税漏税。”安妮达完全无法接受：“叔叔，您该不会真的信了吧？我父亲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，这明摆着就是陷害。”弗拉德一边安抚安妮达，一边却问出了最现实的问题：“你还能在这大宅子里住多久？”安妮达低声回答：“后天我们就必须搬出去了，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”本以为能求得一点帮助，结果弗拉德开口就是拒绝。他说自己也欠了一身债，最后只留下一张名片，让安妮达自己去打工谋生。看着空荡荡的豪宅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连肚子都开始不争气的抗议了。曾经的大小姐哪受过这种委屈？早上的那块面包竟然成了她最后的口粮。女仆爱丽丝还有园丁比尔全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家，甚至连最亲的父亲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现在他身边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安妮达跪在空荡荡的大厅里，一遍遍祈祷这只是个噩梦，求求你千万别丢下我一个人。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安妮达换上这身最体面的衣服，是为了给自己留最后一点尊严。看着手里这张职业介绍所的名片，她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，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。但现在已经没时间自怨自艾了，不管能不能找到好工作，她都必须迈出这一步。这一走，她的命运就要彻底转弯了。对着镜子最后一次给自己打气，安妮达推开了那扇改变命运的门。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求职，工作人员还感叹他运气不错，说现在想找份工作比登天还难。可当阿妮达报出自己的全名，对方的反应却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这个名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在这一代，谁不知道维罗妮这个姓氏？可现在，这个名字不再是荣耀，而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办事员随口的一句关心，对安妮达来说简直是公开处刑。全城都知道他家到了，都在好奇他那个失踪的父亲。他没法回答，只能沉默地走向那扇里门，因为那是他最后的希望。推开门，安妮达报出了那个曾经响亮的名字：“我是安妮达·维罗妮。”屋里的人没说话，只是不紧不慢地弹了弹烟灰。老板连正眼都没瞧他一下，只是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“坐吧。”安妮达还没坐稳，老板一个问题就让他愣住了：“你这双手拿过抹布吗？”老板冷笑着说：“我在这行干了30年，见过太多像你这样落魄的大小姐。别以为顶着个贵族姓氏就能在这儿换到饭吃，想要这份工作，就要把那点可怜的尊严收起来，从最脏最累的活儿干起。”老板根本不想收他，直言安妮达这种落魄贵族只会砸了他的招牌。安妮达这下真的急了，她顾不上什么体面，急忙推销自己什么都能干，不管是干杂活还是当家教，只要能给口饭吃，她甚至愿意低声下气的哀求。为了活下去，她已经彻底豁出去了。就在这时，镜头一转，奢华的庄园里，一声少爷打破了宁静。看来，真正能改变他命运的人要出现了。吉尔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，沙巴龙那边终于有动静了。兰斯洛特听完，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他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知道了，辛苦了。”
忙活了一整天，阿妮达走在空荡荡的街上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好在工作总算有了着落，虽然只是个女仆的差事，但起码不用再为住的地方发愁了。她心里不停地算着账，剩下的这点钱，买完填饱肚子的面包，还得赶紧去弄一套像样的制服。记忆里，耳边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阿妮达。”文森特提醒她，如果真的想生存下去，就要学会收起那点没用的自尊心。阿妮达心里并不服气，明明是对方先挑衅的，凭什么最后要低头认错的人反而是自己？为什么每次都只能选择默默忍受？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宅邸，她停下脚步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这里的规矩和压力恐怕比想象中还要沉重。你为什么不去这里看看呢？这是什么？粉红兔子？你为什么要去干那种没前途的工作？这里给的报酬可是别处的整整3倍。老板还在不停的劝，说只要去那里干上一阵子，攒够了钱，就能自己当老板翻身做主。阿妮达看着手里的传单，心里乱成一团。难道真的要为了钱，把最后一点底线也丢掉吗？她突然想起文森特说过，只有等你有钱有势了，才有资格去谈什么自尊。可如果现在就低了头，以后还能挺起胸膛做人吗？面对这诱人的条件，她沉默了片刻，最后还是把传单推了回去。我不去。阿妮达的态度非常坚决，这种地方她绝对不去，还是请对方帮她找份正经差事。老板一听这话，显然是彻底没了耐心，甚至开始打起了感情牌，说什么是一心为她着想，简直是把她当成亲闺女在照顾，怪她实在是太固执。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吉尔推门而入，这一声不合时宜的打断，让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谁也没想到吉尔会在这时候突然闯进来。面对老板的大声质问，他只是平静地递出了一张名片，看到上面的家族徽章，老板刚才那股嚣张劲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吉尔转过头看向阿妮达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“兰斯洛特大人已经在等你了，跟我走吧。”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重逢，让原本死寂的局面彻底变了天。刚才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现在立马换了一副嘴脸。听说阿妮达认识豪门继承人，他赶紧赔笑脸，想把名片塞回来。阿妮达还没反应过来，吉尔就直接把名片接了过去。他客客气气地道谢，说以后会再联系。这下老板彻底被镇住了，只能点头哈腰的送客。谁能想到，一张名片就让原本的麻烦烟消云散。老板还在后头点头哈腰，嘴里不停说着讨好的话，祝他们一路顺风。可吉尔连头都没回，带着阿妮达直接上了马车。随着车轮缓缓转动，刚才那张被当成宝贝的名片被他随手扔出了窗外。对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说，这种小人物已经没用了。马车摇摇晃晃地向前驶去。阿妮达知道，他平静的生活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。吉尔终于忍不住问他，既然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找我们？他劝阿妮达没必要把自己当成外人。其实阿妮达比谁都想念那个家，但正因为以前的日子太美好了，她才不敢在最落魄的时候回去。她怕自己的狼狈会弄脏了那段最干净的回忆，这种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想破坏美好的心思，真的让人听了都心疼。马车稳稳停下，吉尔伸手扶住阿妮达，这一步迈出去，他就正式回到了这个圈子。推开大门，兰斯洛特正背对着他站在窗前。他心里其实一直有个念头，只要不见面，就能把他从记忆里抹掉。可就在他转过身喊出阿妮达名字的那一秒，他知道自己彻底失败了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思念根本没法逃避。阿妮达就这样站在他面前，语气平静的让人心疼。他轻声说：“你好，兰斯洛特，好久不见。”面对兰斯洛特的步步紧逼，阿妮达彻底被问住了。他反问道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？”兰斯洛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低声说：“我甚至都要开始恨你了。”阿妮达的一声对不起，并没能挽回什么。兰斯洛特头也不回的走了，只留下一句狠话：“你永远别想从我这得到答案。”谁能想到，17岁那场满怀期待的告白，最后竟然碎成了渣。等两人再次回到这里，早就已经物是人非，屋子里空荡荡的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兰斯洛特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，阿妮达竟然就这样凑合了一宿。面对他的质问，阿妮达指了指那面旧镜子，那是他求着工人们留下的。为了保住母亲唯一的遗物，他甚至撒谎说这只是个不值钱的破烂。好在这份最后的念想总算留住了。兰斯洛特二话不说，直接示意阿妮达跟他走。看着地上那2个可怜巴巴的行李箱，他显然觉得这太寒酸了。他转头吩咐管家吉尔，那面镜子会专门派人来搬。阿妮达还没从刚才的悲伤里缓过来，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安排搞懵了。他这到底是要带自己去哪？兰斯洛特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，丢下一句路上再说，就直接把阿妮达带上了马车。看着窗外陌生的街道，阿妮达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自己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他走了，这所谓的去处，真的能让他安稳的住下吗？兰斯洛特突然发问：“搬出老宅之后，你到底打算去哪？”阿妮达的回答卑微到了极点：“只要管吃管住，哪怕去给人当女仆也行。”听到这话，兰斯洛特半天没吭声，他突然直呼阿妮达的全名：“如果你是我，听到这种话，你觉得该说什么好？”兰斯洛特这番话简直是把心掏出来给他看了。既然你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觉得我不会这么想？旁边的吉尔尴尬的要命，恨不得自己现在是个透明人。阿妮达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在兰斯洛特心里竟然这么重要。要不是因为这份交情，他根本不会大老远跑这一趟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真心，阿妮达彻底乱了阵脚。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？阿妮达的情绪终于决堤了，这一哭倒把兰斯洛特整不会了。就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旁边的吉尔已经眼疾手快，抢先递上了手帕。
兰斯洛特僵在原地。这种关键时刻，居然被吉尔抢了风头。阿妮达一边擦眼泪一边解释，其实是因为见到了他，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。谢谢你，兰斯洛特，谢谢你愿意来找我。兰斯洛特突然搬出了大道理，他说从逻辑上讲，两家可是这一代出名的生意伙伴，要是他现在对阿妮达撒手不管，传出去坏的可是他自家的名声。这番话显然是想给阿妮达一个台阶下。阿妮达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光顾着纠结个人的处境，完全没想过这背后的利害关系。看着兰斯洛特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阿妮达心里更过意不去了，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大麻烦。阿妮达还在那儿不停的自责，觉得自己给兰斯洛特添了太多麻烦。结果兰斯洛特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他直接甩出一句：“要不你干脆嫁给我吧。”这话一出，整个马车都要炸了。谁能想到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？阿妮达总算到了，吉尔早就带人等在门口。这阵仗显然是把他当成贵客来招待了。阿妮达还有点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送进了房间，甚至还有专门的佣人要帮他更换居家服。等人都走了，他才发现事情不对劲，这哪里是给客人住的房间，分明是留给家族亲属的规格。难道说兰斯洛特之前的求婚真的不是在开玩笑？可以想到他的眼神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要谈恋爱的样子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场求婚根本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出于某种必要性。兰斯洛特的家族背景实在太吓人了，不仅拥有皇室血统，还是顺位第5的继承人，跟这种顶级豪门相比，两家的地位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他之所以急着结婚，肯定跟失踪的父亲脱不了干系，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兰斯洛特在门外问：“阿妮达，你在里面吗？”阿妮达还没理清头绪，正主竟然就这么直接找上门了。还没等阿妮达整理好头发，兰斯洛特就直接推门进来了。他先是道了歉，接着就开门见山。兰斯洛特低声说：“我想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谈完。”这下麻烦了，阿妮达还没想好怎么应对，只能一边摆弄乱糟糟的头发，一边赶紧找借口。他急忙说：“抱歉，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整理一下。”看来这一场关于交易的谈判，他是躲不过去了。阿妮达跟在兰斯洛特身后，眼看就要谈到正题了，他突然开口，想先去给公爵大人请安。兰斯洛特倒也干脆，直接让吉尔带路，自己先回了书房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阿妮达知道自己是在逃避，这借口找的确实有点差劲，可他实在没法面对那场没有半点感情的求婚，能拖一会算一会吧。阿妮达推开房门，终于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公爵。现在的他跟平时那个威严的样子完全变了个样。守在旁边的医生主动打了招呼，阿妮达也礼貌的回应。他看着床上的人，有些担心的问：“公爵大人的情况怎么样了？”医生无奈的摇了摇头，他偶尔会醒过来一下，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。听到这话，阿妮达的心凉了大半截，看来公爵的情况比他想象中还要糟糕。看着床上昏睡不醒的公爵，阿妮达心里全是后悔，要是能早点过来就好了。可医生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完全没料到。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，说是公爵清醒时特意交代的，一定要亲手交给阿妮达。最奇怪的是，医生还特意叮嘱了一句，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哪怕是兰斯洛特也必须瞒着。阿妮达拆开信封，里面竟然是一张储物柜的号码牌。公爵到底瞒着所有人，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兰斯洛特正盯着手里的东西出神，旁边的吉尔却一直盯着他看，那眼神显然是憋了一肚子话想说。兰斯洛特终于忍不住了，冷冷的丢下一句：“有话就直说，别在那儿盯着我。”吉尔这次也没退缩，直接开口：“您对阿妮达小姐确实做得有些过分了。”兰斯洛特冷笑一声：“看来你现在是连客套话都懒得说了。”吉尔忍不住提醒：“阿妮达小姐刚刚失去了一切，您现在就逼她联姻，是不是有点太心急了？”兰斯洛特却一脸冷淡：“听你的意思，我倒像个急着骗婚的男人，但这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情。”吉尔听不下去了：“正因为没有爱，您才更应该体谅他的处境，毕竟那是和你有10年交情的朋友，最起码的尊重总该有吧。”兰斯洛特彻底失去了耐心，冷冷的警告道：“我只准你再说最后一句，想清楚了再开口。”吉尔顶着压力说出了最后的事实：“如果您真的想要他配合，就必须先学会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。”这番话一出，房间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吉尔还在旁边碎碎念，提醒这婚反正迟早要离，做事千万的留个心眼。兰斯洛特听的耳朵都起茧了，冷冷的回了一句：“你说完了吗？”吉尔一看老板要变脸，赶紧换了个话题：“海斯潘的莱因哈特王子下周就要造访王宫了。”兰斯洛特这下坐不住了，既然对方步步紧逼，那就只能先下手为强。他吩咐吉尔立刻给女王写信，直接宣布婚事已经定死，现在只等王室批准。这一招确实够狠，但吉尔紧接着又提到了另一个棘手的麻烦，那个职业介绍所现在该怎么处理？兰斯洛特坐在桌前，语气冷得像冰，交代吉尔走法律程序，把那些欺负阿妮达的人全送进去。吉尔有些为难，那些人只是诱骗未遂，按照现在的法律，恐怕关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。兰斯洛特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：“既然是未遂，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把罪名坐实，我要让他们这辈子都出不来。”吉尔领命退出房间，忍不住感叹，嘴上说着只是场交易，下手却比谁都狠，这哪是不在乎的样子？刚到走廊，吉尔就遇到了吉尔。现在最让人担心的还是阿妮达的情况。保罗一直守在门口，见阿妮达出来，赶紧打听跟兰斯洛特谈得怎么样。阿妮达只是礼貌地应了一声，就跟着他走向兰斯洛特的房间。
看着安妮达的背影，保罗忍不住感慨：谁能想到，这位看起来温婉的小姐，马上就要成为伊登堡公爵夫人了。安妮达推开门，轻声唤着兰斯洛特的名字，但屋里的气氛却冷得让人有些发怵。兰斯洛特坐在书桌前，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句：看来刚才那场不欢而散的争论还没在他心里翻篇，这还没正式结婚，两人的博弈就已经火药味十足了。两人相对而坐，兰斯洛特一开口就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：公爵恐怕撑不过今年了，而且你父亲现在下落不明，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整个家族都会被生吞活剥。外面的投资人已经坐不住了，所有人都在等一个乱局，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把这场婚约彻底坐实。安妮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兰斯洛特竟然提议要用一场婚礼来堵住那些人的嘴。兰斯洛特语气平淡，仿佛在谈一桩再普通不过的生意。他说这只是暂时的，等他彻底掌控了家族，这段关系就可以随时结束。安妮达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所谓的公爵夫人不过是一个有期限的头衔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开始，而是一场明码标价的契约婚姻。既然是交易，那就要看谁能笑到最后了。兰斯洛特这番话简直把婚姻当成了一场生意，在他眼里，感情根本不值一提。安妮达低着头，这种被当成筹码的感觉让他觉得既难堪又无奈，但现实摆在面前，他根本没有退路，只能点头答应这个要求。兰斯洛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他会这么干脆。安妮达在心里一遍便提醒自己，千万别对他抱有什么幻想，这个男人根本就没有心。安妮达也开出了自己的条件，帮我找到失踪的父亲。你应该早就猜到我会这么说了吧？毕竟我总不能一个人走上红毯，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，我不想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。看着镜子里穿上婚纱的自己，安妮达心里很清楚，这场豪赌已经彻底没有退路了。安妮达开门见山，想要兰斯洛特帮他找回父亲。兰斯洛特沉默了片刻，反问：如果人永远找不回来，他打算怎么办？安妮达没有退缩，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他就要跟这件事死磕到底。兰斯洛特语气冰冷，问他哪怕只剩下一把骨头，是不是也要找下去？还没等安妮达回答，他接着抛出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：他父亲那种滴水不漏的人，生意绝不可能平白无故垮掉，除非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搞鬼。安妮达彻底愣住了，原来父亲的失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兰斯洛特终于摊牌了，他盯着安妮达，给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：嫁给他，然后去报仇。这话听得安妮达心里发凉，哪有求婚说的这么直接的，简直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兰斯洛特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是已经给他的父亲判了死刑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邀约，而是一场赌上性命的交易。兰斯洛特终于说出了实情，原来他的家族早就开始暗中调查安妮达父亲的下落。他看着眼前的女人，给出了最重的承诺，关于他父亲的事，他绝不会做事不管。这一句话彻底搅乱了安妮达的心。暗恋这件事总是让人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反复横跳，这种滋味真的太折磨人了。就在安妮达准备独自出门时，吉尔赶紧追了上来，看他这架势是要一个人去冒险，身边的人哪宁放心？吉尔千叮咛万嘱咐，最后递给他一张特制的卡片，交代他万一遇到麻烦，一定要立刻联系家族。安妮达收下这道保命符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，接下来的路就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安妮达独自坐上电车，看着窗外热闹的街道，总觉得已经很久没出来透气了。最近经历的那些事确实太不寻常，但他这次出门其实背负着一个秘密，尤其是兰斯洛特绝对不能让他察觉到。他按照线索来到柜台，想要寻找一个绿色储物柜，结果对方却告诉他根本查不到这个颜色。原本以为能找到答案，结果却扑了个空。这下事情变得更复杂了。本以为能找到关键线索，结果安妮达一开口就吃了个闭门羹。工作人员明确告诉他，这里只有蓝色和红色的记录，根本没有什么绿色。线索到这里彻底断了，他只能先转身离开。一个人坐在公园长椅上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原本确信的消息，现在却查无此象，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安妮达还在琢磨那个神秘的指令，突然，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出现在他身后。男人说，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士在发愁，他实在没法装没看见。他自称是个小丑，想给安妮达表演个节目解解闷。安妮达刚想开口拒绝，结果旁边的小孩和路人全围过来了，大家都以为他是厉害的魔术师，气氛一下子被烘托到了顶点。看着周围这么热情的观众，安妮达这下是想走也走不掉了。这个神秘男人的出现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目的？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配合演出了。小丑热情地发出邀请，让他在这些丝带里随便挑一个喜欢的颜色。安妮达只想赶紧结束这一切，于是随手抽了一根红色的。谁能想到，就在他出手的瞬间，丝带竟然变成了一大捧红玫瑰，周围的人群都在欢呼。可小丑接下来的话听着却有点不对劲，他盯着安妮达说：“你选了红色的。”原本以为只是个路演，结果小丑一开口，局面瞬间反转。他凑到安妮达耳边低声问：“在你刚才去的地方，真的没有绿色储物柜吗？”这句话简直像个炸弹，他怎么会知道安妮达的行踪，甚至连他要找什么都全都知道。安妮达直接开口质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结果对方一句话没说，只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，这笑容背后绝对没安好心。小丑突然打了个响指，说：“这里人多眼杂，
要带阿妮达换个地方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漫天的烟花直接炸开，趁着周围路人分心，小丑强行把阿妮达拽进了暗处。他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中，甚至还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独聊聊。可他显然低估了阿妮达，黑漆漆的枪口已经直接顶在了他的胸口上。阿妮达手里的枪顶得很死，他现在只想知道2件事：这个男人是谁，他口中的储藏室到底在哪。可小丑不仅没被吓住，反而看穿了他的底牌，直接报出了一个详细的地址，说他要找的东西就在那。阿妮达这下彻底愣住了，这个秘密除了他自己，根本不该有第2个人知道。看着小丑那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局面已经完全反转了。现在是他在牵着阿妮达的鼻子走。面对阿妮达的质问，小丑只留下一个荒诞的理由，说自己是个魔法师。还没等阿妮达反应过来，漫天花瓣落下，这个男人竟然凭空消失了。虽然满肚子都是疑问，但现在已经没时间犹豫了。阿妮达收起枪，立刻动身前往那个地址，塞伍德东头的伊甸园。所有的真相一定就藏在那个封闭的花园里。阿妮达终于找到了这个花园，可大门紧锁，根本进不去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里面突然钻出一个看门人。阿妮达赶紧打听那个绿色储藏室，本以为对方会百般刁难，没想到他什么都没多问，直接掏出钥匙就把门打开了。这种意想不到的顺利，反而让人心里更没底了。这扇门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真相？看门人不仅开了门，还直接塞给阿妮达一把钥匙，特意叮嘱她温室里有个旧柜子，钥匙就是用来开那个的。还没等阿妮达反应过来，对方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根本没打算给她多问的机会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人早就挖好了坑，专门等着她跳进来一样。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只能硬着头皮进去了。终于找到了这个温室，可眼前的景象让阿妮达有些意外。所谓的绿色储藏室竟然真的被藤蔓给盖死了，简直就像是故意要把这些柜子藏起来一样。麻烦的是，这里的柜子多得数不清，可手里只有一把钥匙，只能拨开藤蔓一个一个试。这个打不开，那个也不对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目标？这么多柜子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目标？阿妮达突然想起，兰斯洛特曾经对她说过，机会从来不是等来的，而是要靠自己去抓。就在她反复琢磨这句话时，手里的钥匙竟然真的转动了，伴随着清脆的响声，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终于要在她面前揭开了。柜子终于开了，里面藏着的竟然是一张老照片。阿妮达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是她7年前去过的别墅。可翻开底下的房产证明，上面的主人竟然是文森特。更奇怪的是，盒子里还有一叠厚厚的收据，所有的账单全都是提前支付好的。这说明在很久以前，文森特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他到底在计划什么？阿妮达仔细看了看合同日期，期限竟然是从今年7月开始，也就是现在。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。难道说文森特现在就在这栋别墅里？所有的线索都对上了，他根本就没有死，而是一直躲在暗处，等着他找过去。既然他还活着，那当年的真相马上就要藏不住了。既然父亲还活着，那他现在肯定正计划着要彻底离开这里。与其一个人在这下琢磨，不如直接当面问个清楚。阿妮达立刻收拾行囊，哪怕这趟火车要坐20个小时，她也一定要找到答案。为了赶上明早的火车，阿妮达必须争分夺秒，她得立刻动身去那座别墅。可还没等她走出大门，小丑就突然拦住了去路。他语气轻松地打了个招呼，紧接着问了一句：“你到底都发现什么了？”阿妮达还想装傻，说自己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可小丑冷笑一声，劝他最好别撒谎，因为他的心思全写在脸上了。小丑接着提议，既然大家手里都有线索，不如干脆做个交易，把两边的情报拼在一起，真相不就出来了吗？阿妮达根本不想理会，只想赶紧绕开这个怪人，可对方却一步不让。小丑语气玩味，说他今天表现的实在太急躁了。阿妮达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让开。就在气氛降到冰点时，一个小男孩突然跑了过来，一边喊着姐姐，一边抱怨肚子饿了，拉起阿妮达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阿妮达还没回过神，就被男孩拽着一路小跑。等他再次回头，那个小丑竟然凭空消失了。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走得无影无踪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男孩就冲着远处大喊，说人已经带到了。阿妮达定睛一看，马车旁站着的竟然是兰斯洛特。他怎么会在这里等他？兰斯洛特面色冷峻，直接拉开车门，让阿妮达先上车再说。坐进封闭的马车里，阿妮达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总觉得这种被管束的感觉莫名有种跨越时空的熟悉感。兰斯洛特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他盯着阿妮达，语气里满是不悦。他说自己找了半天，没想到他竟然在跟那种小丑混在一起。阿妮达这下彻底愣住了，原来刚才那一幕全被他看在了眼里。兰斯洛特身体微微前倾，眼神里透着不容拒绝的压力。现在该老实交代了吧？兰斯洛特语气严肃，质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，到底在那种地方干什么？阿妮达低着头，根本没法开口，毕竟公爵交代过，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他知道。就在他以为要被继续逼问时，兰斯洛特却突然松口了。他说既然不想说，那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。阿妮达有些意外，这种时候他居然选择了相信自己。兰斯洛特没再继续追问，但他定了个死规矩，以后出门必须带上随从，绝不能再一个人乱跑。这种被信任的感觉让阿妮达心里更不是滋味。他看着兰斯洛特的侧脸，犹豫着想要坦白真相，可话还没说出口，马车已经停在了火车站。真正的麻烦恐怕才刚刚开始。保罗一脸歉意地走过来，说去那边的车票现在只剩下2等座了。阿妮达倒是一点也不介意，直接说没关系，现在出发最重要。伴随起火车的轰鸣，阿妮达已经出发了。为了这一刻，他显然筹谋了很久。
他特意交代管家一定要等到下午3点再把东西交给兰斯洛特。那时候他早就走远了，管家还是不放心，问他一个人行不行。他安慰说这次带了仆人，可看着窗外的风景，这一路终究还是要他独自面对了。管家推荐的人原来就是眼前的保罗，他一路上照顾得非常周到，甚至想去帮安妮达换头等舱。安妮达本想客气2句，顺便打听一下他的来历，没想到保罗接下来的话差点让他当场石化。保罗一脸认真地说：“听说您就是未来的公爵夫人。”这话一出，安妮达整个人都懵了，他赶紧摆手解释说2人只是普通朋友。可这种事显然是越描越黑了。虽然确实收到过求婚，但在安妮达眼里，那不过是一场公事公办的交易，毕竟贵族之间的婚姻向来都是如此。另一边，兰斯洛特看着桌上的留信，安妮达在信里直截了当地说，她要坐9点半的火车离开。吉尔在一旁急得不行，兰斯洛特却反而笑了起来，觉得他这次的坦诚竟然有点可爱。为了确保安妮达的安全，吉尔特意安排了保罗随行，毕竟是看哲长大的熟人，这样大小姐一路上也能更自在些。兰斯洛特突然意识到不对劲，他说中午开门的人明明就是保罗。这句话一出，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。如果保罗一直留在家里，那现在陪在安妮达身边的到底是谁？意识到安妮达可能有危险，兰斯洛特彻底坐不住了，他立刻下令联系火车站，要求清空下一班列车的所有乘客，这趟车不准停靠任何站点，必须全速冲向布埃托特。看来为了救人，他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。走在熟悉的火车站台，安妮达看着周围的景色，这里和他童年记忆里一模一样。那时候还是父亲陪着他一起来的。还没等他感叹完，保罗就跑过来说，马车已经拦到了，只不过这车看着确实有点简陋。车夫看着眼前这位优雅的大小姐，忍不住夸了2句，毕竟在这一带很少能见到这么体面的人。车夫还有点担心，怕这种破车会让大小姐不舒服。安妮达却一点也不介意，反而觉得老先生帮了他的大忙。可他哪里知道，兰斯洛特正带着人全速赶来，而他这一上车，局面恐怕又要变了。车夫一边赶车一边感叹说，这地方以前可是个热闹的旅游胜地，可惜这几年彻底没落了，连个像样的马车都难找，只剩下一堆破旧的老房子。说话间，马车停在了一座大宅子面前。安妮达看着眼前的建筑，停下了脚步。她试着伸手去推大门，没想到门竟然直接开了。随着大门缓缓开启，屋子里的景象让她愣在原地。这里安静的有些诡异，仿佛时间早已在这里停滞。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安妮达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保罗这时候凑过来问：“小姐，您到底是在找什么东西？”安妮达叹了口气，她说自己其实是想在这里见到父亲。保罗听完建议说：“这房子太大了，咱们分头找能快点。”安妮达没多想就答应了，还特意叮嘱他，要是发现屋里有别人，一定要立刻告诉他。看着保罗去了1楼，安妮达独自一人走上楼梯，她轻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，可她还没意识到，在这种地方分头行动其实是最危险的决定。安妮达推开书房的大门，一边走一边喊着父亲，可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看着这空荡荡的房间，她心里空落落的，看来父亲并不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的那架钢琴勾起了他的回忆。那时候父亲就站在琴边，听着他那惨不忍睹的琴声，还开玩笑说，阿妮达，你真是一点弹琴的天赋都没有，谢天谢地。虽然是在吐槽，但那语气里全是宠溺。可现在只剩他一个人，父亲到底去了哪里？回忆里，父亲文森特摸着他的头说，没天赋其实是件好事，因为一旦爱得太深，这种爱反而会让你受罪。安妮达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苦笑，觉得父亲对小孩子说这些实在是太悲观了。他走到琴凳旁，想起父亲以前总喜欢把他的作业藏在这些角落里，于是试着伸手去摸索，没想到还真让他翻出了东西。那是一个封好的信封。就在他准备拆开看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随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口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随从终于不装了，他直接掏出手枪，黑漆漆的枪口对准了安妮达。他语气冷冰冰地说，小姐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能不能把那东西给我看看？安妮达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一直对自己恭恭敬敬的人，竟然会在背后捅刀子。黑漆漆的枪口直接顶了上来，随从冷冷地说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安妮达强撑着问，你到底是谁？对方根本不废话，现在问这个还有意义吗？眼看对方就要动手，安妮达突然看向他身后喊道，兰斯洛特。男人猛地一回头，这下局面彻底乱了。趁着对方分心，安妮达抡起画框狠狠砸了过去，这一下直接把男人砸懵了。男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上当了，刚想发火，却发现局面已经完全失控。安妮达手里正死死攥着那把枪，她心里很清楚，现在逃跑只有死路一条。她冷冷地盯着对方问，你到底是谁？男人竟然笑出了声，看来我是真的小看你了。男人一眼就看穿了安妮达的底气，他冷笑着说，看样子你以前从来没开过枪吧？他语气轻松地劝道，把枪放下吧，这可不是女孩子该拿的东西。局面一时间陷入死循环，谁也没想到男人竟然主动退了一步。他慢慢弯下腰，把手里的枪放在了地上。这到底是真心示弱，还是另一个更危险的陷阱？谁能想到刚才的示弱全是演戏？男人突然暴起，一把死死掐住了安妮达的脖子，手枪被甩在一边，局面瞬间反转。男人冷笑着说，我本不想杀女人的，可惜了，安妮达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砰的一声，枪响了，这一枪彻底终结了这场噩梦。安妮达还没从刚才的死局里
回过神。关键时刻，兰斯洛特终于赶到了，他用外套挡住那血腥的一幕，轻声叮嘱道：“别看。”阿妮达喃喃地叫着他的名字，兰斯洛特。这一刻，他知道自己终于安全了，但这场家族的纷争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。兰斯洛特冷冷地问了一句：“他死了吗？”吉尔仔细检查了一下，语气平静得让人发冷，除非他能死而复生，否则已经死透了。兰斯洛特不想再多留一秒，他护着阿妮达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句：“把这里处理干净。”吉尔恭敬地低下头：“是，少爷。”这场血腥的闹剧总算收场了，但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后头。阿妮达还是想不通，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？兰斯洛特语气平淡说：“他直接包下了整列火车，只为了能第一时间赶到。”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那原本的乘客怎么办？他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只要能把他救回来，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所谓。他轻声叮嘱阿妮达：“剩下的事交给我，你现在只需要休息。”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原本以为只是老师的一次引荐，结果却卷进了这场无法回头的漩涡。兰斯洛特看着他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毛：“记住，除了我，这里谁都不要相信。”阿妮达完全愣住了，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他如此戒备？就在这时，一个隐藏在暗处的秘密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谁能想到，在这个华丽的不像话的房间里，竟然会变成一片战场？地上的血迹还没干透，无声地诉说着刚才的惨烈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冲突了，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。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。阿妮达发现手里的纸条跟之前收到的完全对不上。兰斯洛特低声说：“这正是我们要查清楚的。”可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整辆马车瞬间被火光吞没。这已经不是警告了，对方这是想要他们的命。大火烧红了半边天。兰斯洛特看着窗外，冷冷地说：“这把火是对方在杀人灭口。”阿妮达沉默了很久，突然开口问：“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已经死了？”兰斯洛特反问道：“你难道在同情那个想要你命的杀手吗？”阿妮达摇了摇头，他担心的不是杀手的命，而是唯一的线索。这下彻底断了。兰斯洛特突然笑出了声，阿妮达有些不知所措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时候还能笑出来。他看着眼前的女孩说：“因为你刚才说的话简直太合我的胃口了。在这个吃人的地方，善良根本一文不值，想要活下去就要比那些恶人更狠。”马车继续向前疾驰，两人的命运从这一刻起彻底绑在了一起。漫长的旅途总算要结束了，随从轻声提醒，还有30分钟，他们就将抵达目的地。阿妮达从昏沉中醒来，面对递过来的热茶，她现在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她环顾四周，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：“兰斯洛特在哪？”明明目的的就在眼前，可那个最该出现的人，现在却不见了踪影。随从在前面带路，低声提醒阿妮达，大人已经在里面等他了。穿过幽暗的长廊，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，屋里的景象让人猝不及防。兰斯洛特就那样静静地坐着，一言不发地看着这场闹剧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管家正跪在地上，语无伦次地拼命求饶，求大人能再放过他这一次。阿妮达终于看清了，兰斯洛特之前说的那些话，从来都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动真格了。兰斯洛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冷冷地丢出一句：“你求错人了。”管家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转头就开始哀求阿妮达，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，求小姐大发慈悲再饶他一次。兰斯洛特坐在一旁冷眼旁观，他显然是在等阿妮达做出他的决定。可阿妮达只是平静地重复着那个词：一时糊涂。看来这出戏还没到谢幕的时候。阿妮达盯着跪在面前的人，声音都在颤抖：“我差点就没命了，你居然轻描淡写的管这叫错误。”整整10年啊，他一直把管家当成最信任的人，可换来的却是最狠的一刀。管家还在拼命狡辩，说自己只是个送信的，根本不知道纸条上写了什么，更不知道会害死小姐。这种烂借口显然不能当成保命的挡箭牌。兰斯洛特根本没耐心听他哭诉，他直接打断了废话，冷冷地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：那个指使你的人到底长什么样？管家为了保命，终于供出了那个接头人的样子。那是一个留着银色长发的年轻人，还故意压低了帽檐，这个特征太明显了，显然对方根本没打算彻底隐藏身份。阿妮达在一旁听得仔细，这个描述让他想起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。那个神秘的年轻人故意选在深夜出现，就是为了不让人看清脸。他承诺只要把话带到，谁都不会受伤，甚至还搬出了公爵的名号。阿妮达当场拆穿：“你拿了对方的钱，就为了编出这个谎话？这下麻烦了，背后的那个人到底想干什么？”阿妮达突然开口：“兰斯洛特，我的包在哪？”东西一直被妥善保管着，直到这一刻，那封带起火漆印的信终于重新回到了手里。兰斯洛特语气严肃：“别再耽误时间，现在就把它打开。谁都不知道这封信里的秘密会把局面带向哪里。”兰斯洛特的要求很奇怪，他不只要他看，还要他把每一个字都死死记住。随着信封被拆开，一段尘封的记忆突然涌现，那是父亲最后留下的交代，去找一个叫乔治·帕克的律师，那是他留下的唯一线索。阿妮达终于明白了，这封信的分量比他想象中要重得多。他合上信件，对着兰斯洛特轻声确认：“我已经全部记住了。”兰斯洛特居高临下，给了管家一个活命的机会，但前提是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，只要能保住这条命，管家现在什么都愿意做。兰斯洛特转过头，伸手向阿妮达要那封信。既然内容已经记在脑子里，这封信就没必要留着了。火光亮起的一瞬间，最后的证据也要彻底消失了。兰斯洛特当着管家的面，亲手烧掉了最后的证据。他这是要放长线钓大鱼。他冷冷地交代：“如果那个人真的找上门，就告诉他，只有阿妮达知道真相。想要东西，就让他亲自来找我。”死里逃生的管家连声谢恩，连滚带爬地离开了。
转眼间，阿妮达已经坐上了远行的列车。虽然周围暂时安静了下来，但他心里清楚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兰斯洛特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问他为什么不吃东西。阿妮达说自己没胃口，兰斯洛特却不打算让步，毕竟他已经一整天滴水未进。虽然答应要吃一点，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别的事，根本咽不下去。随着勺子落下的声音，这顿饭注定是吃不成了。阿妮达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兰斯洛特，知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？兰斯洛特放下餐具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这顿饭确实没法再吃下去。他语气平静，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。虽然还不确定那个人的身份，但他已经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。兰斯洛特再次提醒，现在的伊登巴希尔早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那里根本不是什么避风港，而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战场。谁要是现在闯进去，跟跳进火坑没什么区别。在这个家里，最可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人心。女仆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夫人，葬礼的面纱您打算怎么戴？”周围的人都在小声嘀咕：“亲生儿子死了，他竟然连一滴眼泪都没掉。这就是所谓的贵族吗？”冷血的让人脊背发凉。阿妮达看着这一切，终于明白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避风港，而是一个吃人的战场。阿妮达以为家里已经彻底败落了，结果兰斯洛特一开口，直接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。原来他那个失踪的父亲手里握着整个城市1/3的财富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，而是足以让所有贵族眼红的权利。现在父亲下落不明，这份泼天的富贵，按理说全都要落在阿妮达头上。这下全说通了，难怪那个冷血的夫人会一直死死盯着他不放。兰斯洛特已经受够了，那个冷血的夫人想掌控一切，甚至连他也要沦为玩物，但他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想要彻底翻盘，他需要一股更强大的力量。于是他看向阿妮达，直接抛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：“跟我结婚吧，只要你点头，不管是找回父亲还是报仇，我都能帮你实现。”在兰斯洛特小时候，文森特卷了这场危险的交易，兰斯洛特低声承诺，这一次他会保护阿妮达到底。这根本不是求婚，而是一场冷冰冰的交易。兰斯洛特开出的条件很诱人，他会保住阿妮达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，但代价也很明确，没有孩子，没有感情，事情一结束就离婚。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绝不会爱上她，更不想被这段婚姻束缚。面对这种近乎羞辱的坦白，阿妮达最终还是点头了，因为她心里清楚，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，她才是那个更需要保护伞的人。